各位好，欢迎回到瓜子泡茶听 iPhone，继续我们第4季的 iOS 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开始聊到屏幕使用时间这个话题，先用一句话跟大家去聊一下，屏幕使用时间这是一个什么功能啊？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这个功能就是让你限制自己用手机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功能。可以这么讲，当然你也可以说不是限制，只是为了让你了解一下你自己一天24个小时你花在手机屏幕上的时间，花在用手机上面的有多长时间啊？就是这么一个功能。但是我想多啰嗦一句的是什么呢？ Apple 作为一家手机生产厂商，然后不是其他公司，是他自己在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当中内置了一个功能，而这个功能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手机用户少用一点自己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跟商业利益相违背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功能？那我不想深入的聊这个话题啊，但是我只是希望大家聊天嘛，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个人的这个想法是 Apple 还是一家或多或少的保留了真正为用户着想的这种心态，在设计产品，在和自己的用户打交道的一家公司。而我觉得它这个部分所占的比例应该是同级别公司里面占的比例蛮多的一家公司啊，所以只是聊到这个功能跟大家多啰嗦几句啊。那可能呢你之前没有打开这个功能，也可能呢你一直打开，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要去用它，或者该怎么用这个功能。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操作一下啊，因为我不是有了第2视角了，我现在用2个相机，对吧？就是自我炫耀一下啊，这段视频包括以后的还是一镜到底。虽然等一下我就要切换镜头，但这个切换镜头是用直播的方式来录视频，而不是后期剪辑实现的效果。好嘞，那我们现在切换到第2镜头，看一下我的实际操作。那在iPhone 里面呢，我们打开这个设置，然后在设置当中很容易的会找到这个像一个小沙漏的这样的一个图标，叫做屏幕使用时间。你把它打开，如果大概率上看到的是我这个样子呢，那么你证明你已经开启这个功能了。那如果是没有开启的话呢，你应该是看到的下面有一个打开屏幕使用时间的按钮。如果你希望打开，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那现在显示的是我日均啊，就是每天使用。如果你时间比较长，你会看到每周、每个月都可以看到的。使用了多长时间啊？当然，我这个手机不是我的主力机啊，这个是只是为了跟大家拍视频去演示的一个机器。那如果你点这里叫查看所有 App 与网站活动，点进去的话，你还能够看到更详细的，就是都是哪一款 App 占用我的时间最多。看看你自己微信、抖音是吧，排在第几位，每天占用了多少。那在这里呢，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每周，这边还有一个每天。那你可以去看一看每周跟每天哪一款 App 你用的最多包括详细的报告在这里都能够看得到的对吧？那这个就是一个报告了，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啊。那这个上面的这第1块的功能其实对于大部分的用户来讲，它就是一个给你做汇报的功能。也就是说，你是老板，你在手机里面聘请了一个秘书，这个秘书呢是专门定期向你汇报你手机用了多少时间的。那不管你是不是打算去纠正这个东西但是呢，毕竟希望以数据说话，让你知道事实是这样子的。那我猜的不错的话，应该大部分人，如果你不看这个数据的话，你自己盲猜你一天用手机到底几个小时你盲猜一下，你脑子里面想一个数字，然后你再打开这个地方，你看一下，看看跟你猜的相差多少。猜的不错的话，大部分人应该差距蛮大的，一般都是估计少了可能有那么3-4成的 iPhone 用户一看到这个数据，你会一下，我竟然每天花8个小时在看手机，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以为2个小时，其实是8个小时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我觉得就这么一个功能，就是让你意识到你到底用了多少。
然后跟你想象中的去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差别。如果没什么差别，你就继续这么用下去就好了。如果你觉得差别很大，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对自己有一个提醒，是说我该做一些改变了？而如果你认为自己该做一些改变的话，那这个屏幕使用时间就是一个最好的帮手。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在下面的第2块的内容当中，叫做使用限制。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做出一些改变，你是可以在下面这些使用限制里面，对自己的使用时间做出一些硬性的要求的。那比如说停用时间，你可以去定个时啊，比如说我每天打算用多长时间的手机，或者说我每天几点到几点就不要去用这个手机，你可以去定时。那这是第一个啊，到了时间会提醒你的。再有 App 限额，第2个啊，点进去之后，你可以去添加限额，在这个里面你可以选择，我没有游戏，我点开娱乐，你可以选择任意一款 App 啊，选择了之后点下一步，你可以设置，这款 App 我希望每天用多长时间，然后点添加。这样的话，那我的音乐 App 每天限制使用1个小时，你可以这样去添加。那如此类推，下面的始终允许哪些内容？也就是说，已经到了不能用手机的时间了，我还是有一些 app 是可以被允许的，比如说电话、信息等等等等，这个就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去设置就好了。那最后一个叫做屏幕距离，注意这个屏幕距离的功能一定是全面屏的手机，也就是有这个刘海或者灵动岛的才能够使用。打开它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原生感摄像头来去测量你的眼睛离屏幕的距离。如果发现你离屏幕太近，你的手机会直接跳出来一个提醒。那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啊，这边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嘛，建议你阅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屏幕距离的工作方式等等等等，然后点继续，其实就是一个开关，把它打开就好了。所以其实 Apple 为大家想到的还是蛮贴心的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功能可以让你去进行限制，然后还可以给你有报告。那我自己呢是一直依赖这样的一个功能，我的手机呢每周都会给我主动的发一个通知，放到我的这个通知摘要里面。那想了解更多关于怎么管理通知，我之前也做过节目的那让我知道这一周和上一周相比，我用手机的时间有没有增加或者降低。那我个人是在自己预期范围之内的，所以我没有对这个时间做任何的限制。那但是如果你做了限制的话，你想去变得少一点、减少一点用手机的时间，你去刚才那些设置，你去做了限制的话，那作为成年人来讲，其实这只是一个友情提醒。那也就是说，今天我设置每天，比如举个例子我设置每天只能用4个小时的手机，等到了4个小时你还想用的话，它屏幕上会出现一个提醒。那如果你还想用，你只要选择继续使用，你还是能用的这个很简单嘛，因为你是成年人，你花钱买了这个手机，这手机是全部都是属于你的，你想怎么用都是你的自由，它不可能说你设置好了之后就不让你用它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但是在这里呢，我想多说一句如果是未成年人，你是家长，你想去管理未成年人，那就不是这么善意的提醒了那你真的可以设置一个密码，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你的孩子是没有办法，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使用这台设备的。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可以在后面的内容一定会聊到这一块的这一部分的内容但是希望在这儿埋一个伏笔，大家知道所有的这些对设备的限制其实都可以在屏幕使用时间这个大的分类当中被找到只不过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你自己限制自己是不太可能的，你总归知道密码的嘛好，这个是给大家稍微引申一下那么除了这个使用限额以外呢，你还能限制通讯、限制内容还是给大家看一下除了这里使用限额以外，你还能够看到限制通信
这个我就不一一的演示了啊，有需要的各位你们自己打开去看一下就好了。下面呢是限制内容与隐私，那像限制通讯大家比较好理解啊，有需要的话自己点进去看一看，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设置。那如果是限制内容与隐私呢，那么就是这一些。对于成年人用自己的手机来讲，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么一个设置它是存在在这里的。因为我们之前在 Apple Store 工作的时候是遇到过有少量的顾客自己不当心把这个开关给打开了。那么打开之后呢，可能下面的一些功能你就被限制了，不能用了。比如说你不能下载，不能下载软件，不能删除软件，不能内购啊，不能开启定位，不能访问麦克风等等等等。这些作为成年人自己用手机的话，你可以作为一个故障排除啊，去看一看是不是不当心把它打开了，有遇到过啊。那更多的是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那这个我们就专门在另外的专题节目当中再去跟大家去介绍。那还有一个叫做在设备之间共享啊，这个呢也是我一直在使用并且蛮喜欢的功能，因为我是有多台 Apple 的设备的。如果你在你的每一台设备当中都把这个设备之间共享给打开，那么你看到的这个时间将会是你所有的 Apple 设备的使用时间。那可能觉得，哎，不对啊，这时间是5个小时，但是我今天用 iPhone 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呀。那说明你今天在认真的工作，你在电脑前面趴了5个小时，可能在剪片子啊，会有这种情况存在。但是你点进去这个细节，你是会看到的，来自于哪个设备啊，你是会看得到的。这个是在设备之间共享的这个开关，然后下面的这个就是设置家人共享，已在家人的设备上使用屏幕时间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你想管理孩子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去进行更进一步的设置。那我想今天我们并不是专门针对孩子的一个专题节目啊，所以对于屏幕使用时间，先简单的吧跟大家聊到这么多。我想使用的宗旨呢，应该跟大家去说明白了。我个人呢，还是建议每一个 iPhone 的用户都可以打开这个功能。就像我之前有说过的，它像一个空气跟水一样，你把它打开，并不会影响任何你的使用体验，也不会什么让你电池使用时间变短，也不会速度变慢哈。它只是默默的在后面去工作。但是呢，每隔一个礼拜，哪怕你从来不看它，但是每隔一个礼拜你会贴心的收到一个通知，哪怕你一个礼拜用2秒钟甚至1秒钟的时间瞟一眼，你这个礼拜的使用时间跟上个礼拜比多了2个小时哦，就够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 iPhone 用户这个就够了。那我觉得有跟没有还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提醒，我起码在我看来，这个就叫产品设计的温度啊，这个就是贴心的一个功能。好，那我想今天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啊！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